神奇的末日粮食。大自然的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基因得到繁衍，通常会尽力展示自己的果实，被动物发现、食用、排泄、播种，或者在成熟后自动脱落，散播到泥土中。但有一种植物却有些例外，那就是玉米。玉米在我国又被称为玉蜀黍、苞谷、苞米、棒子、玉椒等等。作为一个南方人，我也是查过资料才知道玉米有这么多名字。它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农作物之一。根据美国农业局的估计，2019到2020年，玉米的全球产量约为11.09亿吨。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中国的玉米产量约为2.61亿吨，差不多是全球的1/5。在中国，玉米即便不是人们的主要粮食，也是动物的主要饲料之一。因为其耐热、抗旱、高产的特点，玉米经常被很多科幻作品称为末日食品。玉米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它成熟的时候，果实被紧紧地包裹在叶子当中。如果不是被外力推倒，或者是人工播种的话，它不会轻易自行脱落，直到腐烂在叶子里。然后因为很少看到有野生玉米，很多人就猜测，玉米是不是外星人送给地球的礼物呢？一些印第安部落的传说甚至提到地球人是由玉米做成的，甚至有人认为玉米的各种颜色正好对应了现在世界上各种人种的颜色。自然界中和玉米形态相似的植物很少，可见的有禾本科中的摩擦草属和类属鼠属，都是优良的饲料作物，但也只是相似而已。因此，玉米的起源一度是美国学者的争论焦点。20世纪30年代延伸出两个学派，一派坚持玉米是从单一植物优胜劣汰而驯化过来的，另一派认为玉米是由多种植物杂交而来的。经过80多年的争论，学界普遍接受了生物学家杜布利的观点，认为玉米是在大约9000年前由小隐类鼠属驯化而成的。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和现在世界上狗的品种一样，都是由狼变异的品种进化过来的。我们知道水稻和小麦是双性花，也就是同一朵花中有雌蕊和雄蕊，单朵花就可以完成自花传粉结成果实。而玉米的花通常是单性的，雄花在植株顶端，雌花在植株下部的茎秆夹角里。通过玉米须可以接受异花传粉，自花传粉能避免花粉受到昆虫的一些伤害，比较稳定。异花传粉则增加了生物的变异性，让物种更有活力。这样，古人从小隐类鼠属中挑出不会脱落种子的、果实更大的品种保留下来，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玉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从古巴带回玉米，之后被流传到各国。大概1512年明朝的时候，传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你在唐代、宋代之类的古装剧中看到玉米，可以吐槽一下了，因为明朝之前，中国还没有玉米的出现。美国农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培育出了优良的杂交玉米，现在玉米通过基因品种筛选，已经延伸出很多个品种。除了黑白黄红各种玉米外，还有糯玉米、琉璃玉米等等。顺便说下，有些杂交玉米的种子在2代性状中很难维持，就好比马和驴生下来的骡子不能自己生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农民必须不断购买玉米种子，才可以获得杂交品种的高产量，这也是很多美国种子公司的致富法宝。好了，我们弄清楚了玉米的起源。那么玉米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馈赠呢？就算它是驯化而来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帮人类来驯化的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轻易下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们无法去否定一个还没有证明错误的论点。下一次你啃玉米棒或者吃爆米花的时候，也许可以自行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或者之后我们也可以先来讨论一下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用知识解释生活，我是小林，记得关注我哦。